我不是开玩笑的哦。事实上，我认为到2030年的时候，你去的每一家 7-Eleven， 你去的每个全家，都会有一些人形机器人在那里帮你泡咖啡，帮你结账。这件事情成真的速度会比我们想象中快。你说人形机器人不是说那种你按一下的那种。对，因为人形机器人才能够多功啊。新闻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立媒体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露露夏嘉露，希望透过我们节目带给大家新闻事件背后第一线的观察，让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欢迎您的加入。哇，这个礼拜讲起来呢，科技新闻是真的非常多，包含了黄仁勋，大家现在说人来疯嘛，他是在6月8号晚间离开台湾，因为他来台湾特别要参加这个 Computex， 就是台北国际电脑展，是在6月7号结束展期呢从6月4号到7号这段时间是有来自于听说是160几个国家，85000多人次进场参观。那紧接着最近这几天讨论度也很高的是苹果开发大会 WWDC 是在台湾时间6月11号的凌晨登场，所以这一个礼拜以来真的是应接不暇，各种科技 AI 产业相关的话题不断。看热闹之余，到底我们能够真的对这个产业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呢？今天来聊一聊科技的这些事。特别要来介绍这位来宾呢，是知名的科技产业分析 YT 频道，同时有个 Podcast 节目叫做 M 观点的主讲人 M 大 Mula 你好。 Hello 露露你好，我是 Mula， 大家好。所以 M 大你关注科技产业很多年的时间了齁。对，严格来讲我觉得我从大学时代就关注了，所以已经关注几十年了但是当然比较有多跟大家分享应该是最近6-7年的事情。所以你自己做自媒体6-7年做的时间。对，就是这6-7年做因为以前就是自己在脑中观察嘛，但是现在就是讲出来让大家知道。算我们差不多算是同一个时期的人啦，所以从你大学到现在，就是从我大学到现在，整个科技业那个变化之剧烈难以想象。从我记得我上大学都还在 BB 扣呢。对，其实从我们大学时代到现在，其实已经经历过几次的非常大的转换。对，第一个时代是电脑时代，我们大学那个时代其实才是一般人刚开始使用电脑的时代。然后接下来呢，过了10年到手机时代，对，到现在呢进入所谓的 AI 时代。所以这其实这个转换是一波又接一波。对，而且每一波转换呢，大家适应的时间更短，就是那个变化更剧烈，来得更快。以今年的 Computex 来说啊，我记得我以前大概就是想要买电脑，我想要换笔电的时候，会觉得想要去看一下。可是显然在这一季的 Computex 讨论度这么高，它的影响力，整个国际或是产业界在看它，已经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在理解了齁。对，其实 Computex 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偏 B2B 的一个电脑展，那非常多的厂商来 Computex 参展，他其实希望让某个国家的另外一家厂商看到他的产品，然后就跟他下单来买这个东西。所以 Computex 大家都会在这里展示说，举个例子，像这一次像这个 Supermicro 就来展示我的 AI server， 他希望什么？希望你如果是一个巴西的这个 data center 的业者，来我来买个100台，买个1000台，买回去。所以它其实是展示这个非常强大的所谓的电脑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展览。所以它是面向是国际市场嘛，对不对？它面向企业的，面向企业，然后面向国际市场。所以今年的这一场 Computex 在台北，你看起来就会觉得跟往年真的整个层次，就是它的规格真的是差很多，会不会那种感觉？热度是差很多的，热度因为 Computex 办了很多年了嘛。对。可是其实有一阵子 Computex 是有点低潮的。对。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手机时代。你知道当智慧型手机兴起的时候，其实台湾突然好像发现我们没有那个位置，因为台湾所谓的很厉害的科技厂商很多都是做电脑为主的，所以整个 Computex 它又是电脑展。那手机最大的展我们叫做 NWC， 它在欧洲办，它不在台湾办。对。所以其实好像电脑就不是科技产业的焦点，大家都在看手机。可是因为过去这1-2年 AI 大爆发，那 AI 呢，特别是在所谓的这个资料中心那边，就是需要非常强大的伺服器电脑。那有点像是浪潮突然要转回台湾这边了，就把这个全世界的焦点都放回我们的 Computex。风水轮流转，现在又转回来的感觉。然后今年特别受到瞩目，是真的来了非常多大咖。当然台湾非常疯狂的就是黄仁勋的，他实在是非常有亲和力，这样子。他是韩团规格在报道。
韩团规格的报道走到哪跟到哪，照3餐看他吃什么，还带宵夜，不得了。然后苏姿丰因为也是台南人嘛，对不对？然后大家也关注度很高。另外还有一位是梁建厚，梁建厚我觉得新闻上面讨论度是不高，可是那天看到他跟黄仁勋在台上的互动，也知道他们彼此之间合作关系数十年的交情。对对对，心里头真的就觉得很沾光的感觉，因为都是台湾背景。当然每一个人的养成过程不大一样，可是我就有点好奇说，真的是因为台湾人有一些什么的特质或什么的优势，所以现在站在台上的，然后是世界都非常关注瞩目的，洞见观瞻的，他们都是台湾这块土地养成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一点还蛮有趣的，因为有些时候像露露你说沾光，我也会觉得沾光啊，哇，这两个无论是苏姿丰，无论是黄仁勋，都是台南出生的，对不对？对对对。可是你如果仔细看他的成长背景，他其实是在美国长大，又有点不好意思说是我们台湾影响的，因为像黄仁勋，他应该在小学阶段就去美国了，苏姿丰大概2、3岁就去了，对不对？所以他其实是在美国那个环境长大。那幸好梁建厚他是在台湾念完书他去那边念大学或者研究所，他去好像26、27岁的时候才去美国嘛，所以其实他是跟我们真的有点关系。对，可是我必须说，虽然他们长大并不是在台湾长大，可是你要想他们的父母教育他们，对不对？他们父母就是标标准准台湾长大，所以其实我觉得从他们身上都可以明确感受到有一种我们叫做台湾精神在他们身上。我觉得这真的是有他那个台湾精神。我觉得无论是黄仁勋，无论是苏姿丰，无论是梁建厚，我觉得他们有个共同的特质，就是我觉得台湾人你知道有些人说台湾科技产业为什么那么厉害，然后很多人都会有点半开玩笑说因为台湾人很会卖肝对不对？我就拼命工作。可是我觉得这的确是台湾，至少我不敢说现在一定是这样，但是至少是那个世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苦干实干。对，你去看苏姿丰在他当年的无论包含在 IBM 或者是在他的职场生涯，你就发现他真的是一个苦干实干的，非常认真工作。黄仁勋也是，他创业，然后以及他之前的工作，他都是非常认真、非常努力。他很爱讲他从洗碗工怎么样一路走到今天。对，而且我觉得很重要是遇到困境的时候，他们都不放弃，他们都坚持，对不对？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就说，你知道辉达过去几年那股价腰斩过好几年。真的你要想一间公司股价腰斩，这是对一间公司多大的打击，而且你刚刚讲说好几次好几次但是你知道黄仁勋他没有因此放弃他的蓝图，他可能会做一些战术的小调整，可是他说我要坚持，我知道接下来是 AI 的时代，我要继续投资这一块，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3个人身上我共同看到一点就是苦干实干那我觉得那个的确是在那个世代的台湾人共同有一个特质，那我想他们的父母也是把这样的 DNA 教育给他们。而梁建厚尤其更有那种感觉，因为我看他的背景，他是苦上来的小孩，家里头是清寒的背景，然后念书没有什么资源，想要出国非常辛苦的存钱，拿奖学金出去，这样的还带着弟弟妹妹要照顾后面的几个，这样那种背景出来的。对，所以其实你看他在打造出这一家，其实在整个所谓伺服器产业还算蛮重要的一个公司，特别在这几年变得更加重要的一间公司那我觉得就是他这么多年的一个累积嘛，Supermicro 也成为在美国也是能见度非常高的一间公司，能见度也很高。这是你刚刚讲的台湾精神啦。不过刚刚也提到，他们其实是在美国养成的背景所以美国你看他现在还是有很大的这种人才养成的优势嘛，他们的那个教育体系。我想我觉得美国这边我觉得它有几个很重要的点我觉得第一个，你看其实无论是黄仁勋，无论是在苏姿丰，他们在出来创业或者担任这个 CEO 之前，他们都在很多公司历练过。对，而在那些公司呢，我觉得会给他们一个世界级的一个眼光。我觉得这一点是在台湾的环境稍微比较可惜一点。当然，幸好是现在越来越多公司，像台积电，我们开始有世界级的眼光。你想台积电一直很厉害，对不对？台积电在台湾已经厉害20-30年了。可是说真的，你回到10几年前的时候，我们不会想说你要理解台积电，还要理解什么地缘政治，还要理解说我一定要在欧洲设个厂，在日本设个厂，好像我得搞定这些事情。可是以前你好像不用这样，你以前就是在全球产业分工链里面做好你该做的那一块就好了，代工嘛。对，你只要好好做好，人家业务就来找你，对不对？可是我觉得现在台积电它开始要有世界级的眼光了，联发科开始要有世界级的眼光。那我觉得
在美国的环境里面最大的好处是你可以进去这些公司去学习，就说你要自己打造出一个有世界级眼光的公司很难的，所以它是一个产业环境，还不是只是它的教育方式而已。这不是教育环境的问题，那是一个产业环境，因为你会进这些公司，你被培养出一个看世界的一个思维，看长期的思维，那这样子就会让这些人才在那边被得到一个更好的实战的培养。你去想哦，我们都工作了不少年了，你会发现其实在学校学的东西跟你在职场学的东西差距太大了，是真正形塑你最后这个人的最后交出什么成果的，其实职场的这几十年的工作经验远比你在学校那几年的学习经验重要太多。是，真是没错。而且我们讲时势造英雄，现在看到台上这几位，就我刚刚讲那3位好了，他们其实都是台湾人的背景，你觉得在 AI 科技产业有没有那种人亲土亲的这种，你知道都台湾人嘛，然后就会默默的串起了一个网络，那个网络可能是日本啊或韩国啊或者是中国啊，其他我们可以拿来做竞争想象对象，他们会觉得这是台湾的优势，他们很难企及得到的一个部分。其实应该这样讲啊，我觉得台湾正好在这波 AI 兴起的时候独特卡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哦。那我们先不要讲黄仁勋或者也好，苏志峰也好，当然他们跟台湾有点关系，当然对台湾有一个亲切感。对。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全球产业有个非常巨大的变化。我们刚才讲这波 AI 兴起，大概目前主要兴起的是所谓的 AI 的伺服器在资料中心的运算，对不对？对。其实传统来讲这个 AI 的一般的伺服器，全世界有几个主要的生产地点，一个是台湾，一个是中国。可是现在呢，最先进的 AI 晶片是不可以卖到中国的，所以它不可能把辉达的晶片卖到中国。让我举个例子，其实像台湾很多这些所谓的这些伺服器大厂，它其实台湾也有厂，中国也有厂，可是它不能给中国的厂生产，因为那些 CPU 是不能卖到那边。那些 GPU 不能卖到那边的，所以这些 GPU 只能卖到台湾，所以就只能在台湾这边做，所以这就变成让台湾的位置非常非常重要。那举个例子，如果你今天是我们不能指明特别厂，但有些伺服器的大厂，其实它的工厂全部都在中国，90%都在中国的时候，你其实是做不到这一波的业务的。所以其实这一波真的跟台湾是有非常深厚的关系。所以你看，他们都要来台湾，为什么要跟供应链打好关系？你要知道，传统来讲假设你想我是辉达，我的 GPU 卖得很好，我需要跟供应链打好关系吗？其实应该不用，对不对？因为是你们来抢我的东西，你们来抢我的东西做好去卖给终端客户，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要打好关系呢？其实很重要，是因为这一波的 AI 的供不应求的状况很大，所以我要把所有能够替我做东西的产能的厂商全部都要吃下来，我才能够做好我最大的生意。所以他们就要来跟这些所谓的供应链来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对，你刚刚这样讲，我倒觉得有的时候在历史脉络上去看现在回头来看，就会觉得当时的危机真的有可能是转机。例如说那个时候因为两岸关系非常紧张，所以开始很多台商呢，就因为政府的这个南进的计划，他开始要重新布局，他不能够把所有的工厂全部都压在中国大陆，因为过去他们都是在中国大陆设厂的嘛。这一波一波的，其实因为政治上面地缘政上变革，反倒让台厂很多都在这一波看到最后的果效出来了，因为他很多厂就不在中国了嘛。因为其实这种地缘政治的变化并不是你在10年前20年前很容易去预测的啦，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这里面，真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身为台湾人，我还蛮开心的，运气正好站在我们这边嘛，对不对？你看你自己观察了这么多年我们在过去前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不久之前大家都还在担心说下一个台积电在哪里，下一个护国神山在哪里，这样子好像大家盘一盘，不知道台湾接下来要立足于世界，我们要保障自己的长久发展，我们可以有哪一个领头羊，就突然之间，我真的感觉是突然之间就冒出来这么多，然后就变成不是护国神山，是护国群山的概念。这中间你早就已经有看到中间的脉络嘛，要不然对我一个门外汉来讲，我就觉得不是怎么这么突然就冒出来那种感觉。其实应该讲说，其实 AI 这件事情它并不是在这1-2年瞬间冒出来的。如果你仔细去看辉达的 AI 的业务的营收，事实上大概在2019、20年那时候就开始起来，只是因为这1-2年那个像 ChatGPT 这种应用更让这个东西呈现更爆发性的成长。但是我觉得这个一切都是有脉络可循的，因为其实台湾厂商本来就在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伺服器的供应链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的。那以及接下来下一波要进入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所谓的 AIPC， 其实台湾厂商也一直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现在在过去这几年的一个酝酿，那到现在大爆发，我觉得台湾就是在这件事上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了。我们本来就已经做好准备，对，我们完全做好准备，只是我们不是业界的人，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应该讲说，只是更早之前，在 AI 没有那么大爆发的时候，那时候的主要的市场的关注以及市场的发展都还在手机，可是手机现在已经某个程度已经相当成熟了，而 AI 是全新的东西，这个 AI 象征着 maybe 未来5到10年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产业变化。那现在看起来所有的钥匙都在台湾这边，当然辉达有最关键的那个钥匙，对对，他需要跟台湾的厂商一起合作，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到别的地方，靠他自己他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找到这么完整的供应链。是，所以很多人在讲说，最起码10年，台湾的整体来说的发展是基本上不需要太担心，真是如此。真的，因为这个 AI 这一波可能真的是一口气走个10年都有可能。对，所以我们算是真的就华丽转身了，这样子进到 AI 大国，是这样吗？我觉得应该讲说，我觉得从长线来讲，我觉得我们台湾绝对不能因为这样很自满了，因为在科技产业或在任何产业都是不进就则退。你现在只要很自满，那随时随地都会有人会超越你跟取代你。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正好在一个非常顺风、非常好的位置。那我觉得无论是我们的产业界，无论是我们的政府，都应该想想怎么样把这个优势延续不止5年10年，而是再更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势头上嘛，我们要顺势而为，然后做更好的发挥嘛。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看到很多新闻，各县市都在争取说辉达要设什么研发中心啊，可能不止辉达，好多大厂现在都在讲，然后大家就争取说可以在我们这边落地。那我在想说，如果台湾接下来还要在 AI 这个部分来发展的话，就台湾自己本身来说，还是面临到蛮多挑战吧。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就是电呢。电力其实是最近大家非常常讨论的东西啦，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分2个部分来讨论。第一个是，其实如果辉达只是个研发中心，它其实用的电不会太多，真正用电的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我们刚刚讲的云端伺服器的运算需求。那其实正好昨天有个大新闻，就是亚马逊 AWS 来台湾要设它一个超级大的，据说他设3个这个 data center， 然后是可以彼此备援的，但就是用电大的那种吗？对，这些都是会用电量很大，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无论是亚马逊的 AWS、微软的 Azure 以及 Google 的 Google Cloud， 他们3大这个我们叫做公有云的云端服务业的，全部都在台湾建是这个所谓的资料中心，这里未来的用电量绝对会很大。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未来得慢慢去克服的一个问题，因为用电的东西我觉得它并不是一瞬间能够长出来的东西。你看任何一个电厂从规划到建出来都是3年5年以上的事情。在台湾政治敏感太高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电力当然是我们的现在的新政府它必须去 long term， 因为它跟未来的长线的竞争力真的很有关系。因为如果这样讲AI 产业我们可以分成硬体跟软体的产业，对不对？那硬体的部分台湾现在看起来已经有卡位，可是未来在软体这一块呢，你要有软体的部分，你就是要有庞大的运算的我们叫做算力。那要有算力就要有足够的电源供应。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想政府也非常明确意识到这件事情了啦。所以你就会看到其实新内阁上任之后，其实对于一些能源政策的讨论就更多了。讲到电我就还蛮好奇，因为台湾现在绝大多数还是火力发电为主嘛，燃油气这样子。一般都形容是脏电啦，台湾现在脏电还是比例偏高，所以在未来尤其是制造业在出口的时候，您这个碳税一刻下去，就会觉得对台湾来说竞争力会有很大的这个挫折。但是你刚才讲的像云端这种比较属于是软体服务性质的，他们也会有面临到同样的这种成本考量吗？会，因为其实你要知道我们刚刚讲的3大公有云业者，一家叫 Google 对不对？一家叫 Amazon， 一家叫微软。他们全部都之前都已经算是他们加入了所谓 RE100 的联盟嘛，他们就是说我们的资料中心的用电要在某某年之前要100% 100%都是再生能源。所以他们对于再生能源的需求是非常高的，因为
这个是他们对全球投资人的承诺，所以其实他们一定都会做到这件事情。那只是他们不会说马上，他们可能说我们2030年，或者是我没有去查每一家的，可是应该就是都不会很久，应该都在最近maybe 10到15年内，它的所有资料中心全部都要100%要用再生能源。所以对他们来讲，台湾的再生能源够不够，就是他们非常在意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我相信未来政府也会得到更多的这个压力，说你要建置更多的再生能源。这是基础建设的部分，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看到我们在下一步发展会碰到的挑战？台湾接下来要面临的挑战，我觉得台湾应该要思考的是说，现在我们已经在，就是我刚刚讲硬体这一块，我们已经有打造出一定的成绩单了。整个辉达的供应链都在我们这边，就算 AMD 它的供应链要起来，也会在台湾这边。那可是我们要思考说，这一波的 AI 的下一步会走到哪边，而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在各个环节的厂商能不能在那个位置站稳。我举个例子来讲，像联发科，联发科它下一个要锁定的东西很可能是所谓的 AI PC，它现在应该跟辉达应该会预期在年底的时候会共同推出他们的 AI PC， 这对联发科来讲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因为他们以前都是做手机上面的 CPU， 但是他们现在要做电脑上面的，那这跟微软推出所谓的这个 AI PC 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微软推出 AI PC， 他们这次就锁定的重点，我们要用 ARM 的 CPU。那 ARM 的 CPU 呢，在台湾最厉害的大概就联发科这边做。那包含了我们刚刚讲的软体产业。那我觉得软体产业是，老实讲，我觉得在台湾一直是一个相对偏弱的产业，因为台湾的最顶尖人才其实都进硬体居多。可是其实我觉得软体它未来，因为你真的要用的时候，你是用的是软体，硬体只是用来 support 这个所谓的软体的运行。所以你知道吗？其实在 Internet 起来的那个时候啊，很多人说最早第一批赚钱的公司是硬体公司，但是后来赚钱的公司变成软体公司。最早赚的，现在很多人当初是不是 Cisco 这些做这个网络的 router 的这些公司能够赚钱，可是后来慢慢变成什么？变成 Google 赚钱，变成 Facebook 赚钱，他们都是软体公司。同样的，大家想说 AI 现在是辉达最赚钱，硬体厂最赚钱，可是会不会到了过一阵子，不知道多久 maybe 10年之后，变成软体变成主要赚钱的公司，而那个时候台湾是不是还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呢？还是我们就变成只是一个我们就是算力的提供者，可是最赚钱的那块已经不是算力？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相信台湾必须在这件事情上要多投入一些。所以真的也是居安思危耶，不要想说好我们接下来10年已经是以胜券在握的感觉，然后就放松了那种。对，真的其实就这样，因为你看历史就是这个样子。任何一间公司或任何一个产业，它过得最好的那一阵子永远会过去，永远会过去，对不对？那你没有再预备好的话，其实那下一个阶段很快就会过得很辛苦。对。然后你刚才不停在讲到 AI PC，其实也是这一次 Computex 相关新闻当中我听到最频繁的一个字眼了。我就真的也很好奇，它跟我们所知道的 PC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它是一台真的看起来不一样电脑吗？还是什么之类的？如果你从外表看起来应该都差不多啦，对不对？可是它实质上会有一些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现在的 PC 就是就里面有装一个我们叫做中央处理器一个 CPU， 然后你装了软体，对不对？可以运行。那现在的东西，现在的电脑你能不能 run AI？不是不行，可是因为你本机不能够算 AI， 所以你都得连到云端所以我们的 data center 这些伺服器帮你算完之后再把结果丢回来给你。未来的 AI PC 它的做法是，你在你的电脑上面就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 AI 运算，比较简单。我举个例子来讲像一些像我们假如我们现在在录影在摄影，那有些时候呢我们想要把背景模糊化，对不对？我们有些时候想要让背景变得不一样，甚至你想要换个衣服，这些东西呢其实是都可以在你的电脑端就把它做完了。它因为下一代的 AI PC 它的重点是你现在的电脑里面没有 AI 模型，可是像微软他说下一代的 Windows 11的改版会有你的电脑里面会有40个以上的 AI 模型，这每个 AI 模型做的事情不一样有的是帮你做，我举个例，有的帮你辨识语音，然后所以你今天在你的电脑上面做通讯，然后你可能通讯的时候它可以其实录下你的语音，并且把它辨识打成逐字稿。现在也可以做，现在举个例子假设你今天用
用像 Zoom 这样的软体跟国外的人开电话会议，的确它也可以做组织，可是它全部都是在云端帮你做，它不是在 local 帮你做。那对我来说没有差呀，就是我只要做出来就好，我管你在哪里做啊。可是对第一个，可是有些人会担心治安，有些企业会担心治安，我不想把这个东西我们录的东西丢到另外一间公司帮你去运算。第二个是什么？它其实也会比较慢因为你要把这个资料传到云端算回来再丢回来，那比较慢。那我举个例，什么时候会有影响？假设像露露，你英文很好，你不用担心。可是如果我英文不好，我跟一个老外开会的时候，如果他讲一句话，我丢回云端翻译回来可以5秒钟，跟0.5秒就出现在你的电脑上，其实还是有落差啦。所以你每次他讲完一句话，我等5秒，wait, please wait for 5 seconds 哎呦，我知道他说我在讲，对，所以其实还是会有差。所以有很多东西在电脑端如果能够直接帮你运算掉，第一个我跟你讲，第一个省电，省电，因为省电就以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讲，它会比较省电，因为但我这一端我会比较耗电吧，就是不会，因为你在这一端，因为未来你的电脑里面会有一颗叫做 NPU 的东西，它就不是我们刚才讲 CPU 了，也不是我们刚刚讲辉达 GPU， 而是 NPU。NPU 一个就是一个专门用来用 AI 运算，可是它很省电的一个小的晶片，是，所以这个晶片呢，它就可以用比较不耗电的方式帮你去计算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它一来以国家角度，它会比较省电，而且它不是只省运算的电，它还省传输。你想把你的资料从你的电脑透过网络传到这个中华电信的网络，然后传到另外云端伺服器，这中间也都要耗电啊，资料搬迁也都是要耗电的。所以其实在这种状况下，分散这样的运算需求，其实是对于整个国家的角度。但你会说我们又没有想到国家，以我们个人来讲，我觉得以个人来讲就是速度。很多东西你能够不要等就不想等。我举个，真的太没耐心了，那个网页转一下就要把它关掉，就觉得没耐心。我举个例子来讲像现在的下一代的这 AI 手机，它里面都会有个很常见的功能，就是你拍一张照片，对，上面有几个不想看到的路人，你想把它去掉，对不对？现在它的做法就是什么？你就用手把它画起来，画一个圈，把它圈起来，把它除掉，对不对？像这个东西，如果你的手机没办法运算，它就得丢到云端帮你算，都可以。问题是丢到云端来回可能15秒帮你算完，可是你在手机端可能5秒钟、3秒钟就帮你算完，那速度就有差嘛。所以你知道人们就是比较不想要。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这样子。对，就不想等。在你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15秒你可以忍受。对。当你尝试过1秒钟、2秒钟就出来之后，你就无法忍受15秒了。真的，你现在回头去想说，我们以前高中、大学还在那边拨接时代，你都不晓得那日子怎么过的。对啊，所以这个我在想象，会不会第一波最有感的使用者是打游戏的人？是吗？如果 AIPC 使用起来，我跟你讲，打游戏的应该会很有感哦。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不一定，特别是如果你不是很厉害，你打到一半，我这个任务不知道怎么解。你知道微软在他们应该在差不多1个月前，他们的一个展示会，你在同时玩游戏的时候，你同时把 AI 开着，你可以直接问 AI， 请问这一关怎么破？真假？AI 就帮你查，AI 就告诉你说，如果他查不到资料，他也会依照一种逻辑来告诉你。他会怎么说？他说，虽然我没有知道这个游戏这样，可是依照我玩过很多其他类型的同一个类型游戏这样，你应该是先试试看那个中间那个箱子能不能打开，里面有没有需要的，或者是你试试按哪几个按键，看能不能跳出一些提示。所以未来的 AI 是它可以直接同时看到你看到的东西 ，OK， 所以他就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帮助你。所以你看玩游戏，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差异了。玩游戏我觉得真的有可能第一波最有感受的，价钱会很贵齁？其实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很贵啦，不会很贵，不会很贵，就是跟你现在买的电脑价格其实差不多。但它的 PC 是桌上型的，还是像我们这样子笔记型电脑都会有？它第一波会出的是笔电，但是接下来其实都是一样，就是桌上型跟笔电都会有。因为对于现在的这些 CPU 大厂来讲，这个东西也是未来的标配，所以他就直接把那个 NPU 做在那个 CPU 里面了，无论是 AMD 无论是 Intel 都直接做。所以你现在讲 AIPC， 可是我告诉你，再过2年你买不到不是 AIPC 的 PC 了。你买不到不是这样的概念，对，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就像你现在买不到不是5G 的手机了对，就你会说我没有那么高的资料需求啊，我平常上网我都用 WiFi， 可是没有，因为
现在手机厂商没有要出4G、3G 手机给你啦。3G 还是2G 信号台已经完全要收要关的。的。我看 SC 最近有广告这件事情，哦，原来是这样子，但消费者可能就是慢慢到时候真的，你买到下一代电脑的时候，你就已经顺势进入到 AIPC 的时代，然后你用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中间感觉。我觉得一般消费者他也不一定真的需要很有感，他只要讲的发现，很多事情。功能越来越强的，我的手机、我的电脑功能越来越强。我以前没有想过说，我同时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就帮我把 summary 全部 summary 好，对不对？我看一篇很长的论文的时候，他在旁边按一个按钮，他按下去，能够把这个论文 summary 成10个重点，按下去。就出来了，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我觉得消费者，可是它准确率是真的高吗？因为现在常常会觉得，像 ChatGPT 有时候都胡说八道，有时候还是会有，即便是 4O 时代有时候都还是必须要确认一下他是说这是对的。我觉得它不会到完美，可是它可不会到很高品质，其实可以哦。就是让我有些时候，我常常跟我朋友分享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把一些工作分配给我们办公室的同仁做，他交出的成果也不是完美的啊。对了，也是。有些时候你看他交的报告说，你怎么漏掉这个重点呢？对不对？真人都会出这个状况。那其实 AI 可能表现的比90%的真人都还要好。有可能。对，就你当然可以用一个最挑剔的方式去挑一下，你还哪边怎么样都有得挑。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但是我有可能去理解它，像我的手机不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系统更新吗？因为我是用 iPhone 嘛，它就会通知你嘛，这样子。如果我原来的电脑是用这种系统更新的方式，有办法？没有办法，它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你看，像苹果，它这个礼拜才发表会，那这一次它就有个东西蛮让人不高兴的，就是你如果买最新一代的 iPhone 15，你必须买 iPhone 15 Pro 以上的人才支援未来苹果的 AI， 所以你是买最新的 iPhone 15。是不行的。那有些人说啊，这个为什么很多人才知硬体的限制了，就是说 iPhone 15它的记忆体可能有点少，所以它要到 iPhone 15 Pro 的记忆体才比较高，才能够跑他们未来的 Apple 的这个 AI。可是你看现在的状况就这样，你如果你在今年第3季之前买的电脑，其实通常没有那个 NPU，或者是就算 NPU， 它的 NPU 很慢，所以大概都不能跑未来的这些 AI PC 的一些运算了。所以你可能就是要等到今年年底，无论是你买电脑、买手机，大致上应该都可以符合第1代的需求。那我相信未来几年会越来越他们升级会升得很快，所以说不定你今年年底买，再过2年也不能跑一些最新的 AI。但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有要换电脑的需求的时候，你就可以等一等。对，我是建议你真的等到年底再换。等到年底。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苹果，我这样讲，那 PC 厂商会不会说我们？反正很快就到年底了，对吧？那现在是库存就很麻烦处理耶，因为这一批就真的是会被历史淘汰的产品啦。其实我相信苹果它这个礼拜发表会之后，它的 iPhone 15不用卖了，不会再有人买它的 iPhone 15，因为他们一次都有4个机型嘛，有 iPhone 15跟 iPhone 15 Plus 这2个机型都不用卖，因为他们都是不能跑 AI 的，它就只是小萤幕跟大萤幕，所以 iPhone 15 Pro 应该还能够继续卖。可是我告诉你，任何本来在明天要买 iPhone 15的，看了这新闻之后，那我等年底等 iPhone 16好了。你就是看完他们的开发者大会之后，对，或者是我直接升级买 iPhone 15 Pro， 因为谁想买？今天买个手机，然后年底的功能你不能用。可是我很好奇，例如说苹果他们在讲到说他跟 OpenAI 合作嘛，是让他 Siri 可以变更聪明什么之类的。可是例如说我现在这个手机啊，我还不是15呢，我要13还是14，我就可以下载 ChatGPT 的那个 App， 然后我也可以用 4O 版，只要我有付钱的话。所以我就觉得感觉起来，差别在哪？对啊，感觉起来不是就同一只手机吗？只是 App 下载了就可以用啦。其实差很多，首先我们先了解苹果它下一代的 Siri， 它不是单纯的用 OpenAI 的ChatGPT 哦，它其实有3个模型。你可以讲到，它会先经过一个苹果的小型的一个 AI 的模型，然后呢，小型 AI 模型无法处理太困难的需求的时候，它会到一个苹果的更大的模型。到苹果这更大的模型也不能执行的时候，他就会问你说：“露露啊，那对不起哦，我们的苹果模型不太能够，他不会这样讲，他说，请问你要不要用 ChatGPT 来处理？我们判断你的这个问题，ChatGPT 处理得更好，要不要？那你去看哦，这里面它其实很明确的分工。苹果的第一个小模型，它会比较处理你手机端的东西，也就是我举个例子来讲哦，因为它
苹果不会让 ChatGPT 去理解你知道你手机有什么，所以很多手机上面的 AI 的功能是要苹果的小模型才能执行。举个例，像一般人手机里面最多的档案就是什么，就照片啊，对，像有些人他手机打开里面可能10000张照片，这个时候问题来了，你说你能不能帮我找出所有跟我在吃东西的照片？这个东西就需要 AI 运算，这个东西是传统的软体运算是做不到的，因为它是要做向量的资料分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有那个小模型帮你算，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你说，请问你可以帮我找出我去年12月跟某个人吃饭的照片吗？我想调出来，这个时候这一只手机是可以帮你找出那张照片的。哇哦！问题是，就算你连ChatGPT 不能帮你找这个照片，因为 ChatGPT 不能存取你手机的资料啊，所以其实 ChatGPT 它现在未来跟苹果的 Siri 整个，它只是帮你处理一些。我举个例子，假如你今天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文章要翻译啊，对不起那可能苹果那个翻译功能没有 ChatGPT 那么好，所以说好，那我请问你要不要用 ChatGPT 帮你翻译？可以，他就用 GPT-4o 帮你翻译的比较好。但是一些苹果他们本地才有的功能，事实上就要依靠苹果自己的小模型跟他们讲的这种在云端的稍微比较大的那2个模型来帮你完成。可对我来说，我使用者如果我的 iPhone 手机里头已经下载了 ChatGPT-4o 好了，我就直接点那个 app 来用这个功能就好啦。你就只能做聊天机器人啊，你可以叫它翻译，可是 ChatGPT 不能够帮你在照片里面去找出那张照片，所以我的 app 没有办法去联动我手机本机里面的东西就对了。对，因为你手机本机里面没有苹果的那个 AI 所以你看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换？那苹果这2年股价怎么涨？那为什么一开始是跌呢？它就跌一下下而已，先跌一下下而已，因为它就是收盘之后的盘后是跌的。那我觉得它盘后一开始跌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苹果这次发表的东西的概念跟 AIPC 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不是 brand new 的东西，说你讲的东西微软1个月前就发表过啦，这都一样嘛，就是你的电脑端跑一些比较小的模型，电脑的小模型解决不了的东西，你就去云端，对不对？苹果发表的东西，人家可能期待说，苹果要端出这样的很亮眼的东西。对。可是你知道，随着时间过去几个小时之后，大家想说不对啊。可是如果他能够帮我把这个照片找出来，这个太有价值了。他能够帮我一边讲话的时候，假如你今天跟一个人讲话，一边打出逐字稿，然后还帮你翻译，这些都是做得到的。那你想，我的旧的手机不能做到所以你想不管你现在的手机是苹果哪一代，不管你是 iPhone 11、iPhone 12、iPhone 13、iPhone 14，就算你是1个月前才买的 iPhone 15，你全部都要换机啊！因为你会想说，天哪，我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买苹果，为什么要用一个2等公民的能力？对，要是我一定，所以你知道吗？其实我本来就是我太太本来要买新的 iPhone 15，我本来要帮她买 iPhone 15啊，结果那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那个老婆，我觉得我们现在买 iPhone 15 Pro 好了，虽然比较贵一点，我就直接帮她买，我就前2天才帮她买的。你这样想起来，你真的觉得那一只小小的手机差不多要一个笔记型电脑的价格，你就会觉得好像可以耶，对不对？因为如果它功能有到这个程度的话，对，其实未来的AI 时代就是这个样子。但为什么马斯克第一时间 po 文骂的这么凶，然后一直说好像隐私会有很大的问题啊，治安会有很大的问题啊，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知道马斯克他很早就发了，他差不多就是等于苹果发表会出来一个 maybe 5分钟他就发，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当下没有那么清楚知道，因为你想马斯克这么忙，他有可能坐在那里一直看吗？没有嘛，他一定是看看新闻的标题啊，然后说苹果跟 OpenAI 合作 Siri， 他觉得那是不是苹果整合 OpenAI， 他想哇，那是不是因为苹果就把整个 OpenAI 变成我们刚才讲苹果自己内部的那个小模型？对。如果这样子，他越马斯克一直对于 OpenAI 是不是能够妥善保护隐私这件事非常有意见。对，他们其实中间爱恨情仇也是，对，所以他就趁机赶快出来酸一下，就把他的个性嘛，就是说就开放一下。但是后来其实我相信他后来也知道他讲的东西不是事实嘛，但是他你知道吗？他有讲 if， 所以还好。他的贴文有讲到，他说 if 苹果真的把 OpenAI 整合进系统的层面，那是不是以后我们的公司的员工就进公司的时候不准用苹果的手机？但是后来if 没有发生嘛，所以也没有关系啊。就算苹果是真的跟 OpenAI 全面合作，苹果没有自己的模型，他们的合作也一定是在你本机端有个小模型，然后在云端有大模型，因为你的手机只跑动小模型嘛，你的电脑只跑动小模型嘛，有一些还是需要大模型。你不可能你每一个需求都是小模型可以解决。那你会觉得有治安疑虑吗？
我觉得其实从人类进入资讯时代，治安疑虑都永远在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我们在这个时代必须承担的风险那我觉得现在的治安再怎么样都比我觉得20年前治安好太多了啦，对不对？现在的以前你知道，在我年轻的时候，每一台电脑都会中毒啊。现在其实很少听到电脑中毒，因为治安是越来越好。可是当然就是因为资讯的价值越来越高，所以资讯的风险意识大家也会越来越高，因为别人更有理由去无论是破坏你的资料或者是偷取你的资料，所以我想治安的确会是在这波 AI 成长起来会一起被带动的一个产业。对，现在大家想起来就是治安啊、隐私啊这种都第一个直接连接膝盖反应会觉得担心的部分。我最后一个问题也请 M 大帮我们做个总结好了。经过了这一段时间 Computex 还有近期看到的苹果开发者大会啊这些，你觉得你在最近你会特别关注的会是哪些题目？我觉得在整个 AI 里面呢，我觉得有个比较短期的题目跟另外2个比较长期的题目。是，我觉得比较短期的题目，我觉得大家都很好奇是说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能够跟辉达竞争的对手。因为老实讲啦，现在辉达它的 AI 运算的部分，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包含了 AMD 跟包含了 Intel， 它以及各家云服务厂商的自己做的一些 AI 的运算晶片。可是老实讲，没有人能够真的动摇到它的地位。为什么它这么厉害 ？AMD、Intel 都没有办法。因为辉达真的在这一块耕耘很久，它是在每一个应用方面，它都有非常多过去这10几年开发的软体，所以它用在每个地方都会用的比别人更快。这个东西有点像是说，我们大家都拥有一样的车子，一样的理论上我们的引擎差不多好啊，轮胎差不多应该跑得一样，对不对？不是，因为辉达呢，它的车子知道这个赛道怎么跑，但是人家的不知道，所以辉达车已经知道说，我到第几秒的时候要转弯，到第6秒的时候要加速，它是整个跑道很熟。可是 AMD 啊 Intel 他们对这个东西，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投资这么多年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在电脑里面我们叫做加速函式库了，就是说我们2个的算力是一样的哦。可是因为你有这个加速的程式，所以你在用这件事的时候，速度会突然变成我的3倍。是，那这样子 AMD 或 Intel 怎么玩的就不太能够玩。所以，可是我觉得这个件事情的确也是业界现在非常期待的，就是说。因为辉达真的很贵，所以大家想说有个竞争对手可以出来。他不是一直说买越多越便宜吗？那也是真的，那也是真的，那是真的。因为现在你谁能够赶出最厉害的模型，谁就能够在所谓的市场上先抢先赢嘛，对，变得呼风唤雨。对，所以大家根本不能等。所以这是辉达现在非常大优势。所以我觉得短期的议题，我觉得大家都会关心的是，什么时候会出现辉达竞争对手？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台湾很幸运因为无论竞争对手是 AMD 还是 Intel 还是其他，都要来台湾下单，因为这个伺服器的生产链没办法跑到中国，只能在台湾。是。那这是短期的议题。那我觉得长期的议题，我觉得一个也是近期大家因为辉达开始讲，大家开始关心一个就是机器人机器人辉达就给他一个名字叫 Physical AI， 就是有身体的 AI。那我觉得机器人说不定我们在今年年底就会看到特斯拉的那个 Optimus 的人形机器人。因为我跟你讲他们因为马斯克最近在做那个心智投票嘛，所以他们都在催票。对。然后他们就讲说，告诉你，我们现在已经有2台我们的 Optimus 的机械在我们的工厂是做全时间在内工作，是没有人在管的，就是他是真的在工作的。那这个东西呢，我相信到年底可能会变得好几百台，也就是说年底很快耶。对，因为他们的这个技术已经相当接近成熟了。所以我跟你讲，机器人，我觉得在今年还在现在还不够成熟的阶段，可是我相信26、27年机器人会变得非常成熟。我不是开玩笑的事实上我认为到2030年的时候，你去的每一家 7-Eleven， 你去的每个全家都会有一些人形机器人在那里帮你泡咖啡，帮你结账。这件事情成真的速度会比我们想象中快。你说人形机器人不是说那种你按一下的那一种。对，因为人形机器人才能够多工啊。对，你那种按一下那种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机器人只能做一件事。可是你知道人形机器人可以按一下，感觉起来比较像无人商店的那种做法。对。可是人形机器人是什么？你跟他讲话说我要帮我泡一杯咖啡，你就说你要冰拿铁，就帮你泡冰拿铁。然后当然他可能有个真人店员会操纵他，真人店员告诉说，我们的可口可乐那个冰柜里面不够，你去补货。这个机器人他有办法走到仓库去找到那个没有冰的那个可口可乐，然后把那一个一个补进去。然后门口最近那个地板有点脏，拿个扫把拖一下。事实上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效率绝对没有专用的机器人好。可是它的优点是它可以做
几十种人类能够做的工作，而且它能够应付大夜班这种，就是客人来的又少，所以它慢一点 maybe 也 OK， 然后又没有危险性的问题。那其实你只要多几台就不会慢，又没有人身危险。因为我们播新闻播到好几次都大夜班，超商店员被攻击的这个。所以现在一般的哇，你是说2030年哦？其实没有很久。第二个是我觉得现在大家还没有看到的东西，但是我相信这个东西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年初就会爆发，就是所谓的智能眼镜。智能眼镜，像之前 Google 出的那种。对，可是 Google 那个计划很多年前就放弃了。他现在真正在走这一块比较在前面的是 Facebook， 就 Meta。Meta 它过去这2年跟雷朋那个太阳眼镜厂商合作推出了一款眼镜，叫做 Ray-Ban Meta Smart Glasses， 叫做雷朋跟 Meta 的合作的智能眼镜。对。然后你知道它能够干嘛？它上面有个镜头，这个镜头呢可以看到你看到的任何东西，它上面有麦克风可以听到你讲话，也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然后以前大家想说这一个眼镜最多帮我拍影片，能够干嘛呢？它戴起来会很笨重吗？不会，那就很漂亮，很漂亮，就是雷朋的。然后可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在没有 AI 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能够录影的眼镜。对。当有 AI 的时候，你知道它可以干嘛吗？举个例子，你今天出国，你今天到韩国，你看到那个菜单，你不知道那个菜单是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现在手机都可以辨识了，所以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上这 Google 的什么 Google， 拍一下就都要帮我翻译啦，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拿手机多麻烦？拿出手机开机，还有密码，对不对？指纹解锁、面部解锁，然后要开启那个 APP， 然后要对准，然后对不对？这个动作超累，你以后不用这样，你以后就是 Meta 看到说，你就跟他讲，嗨 Meta， 帮我看看这个东西，每一个菜单每个项目是什么。然后因为他没有办法显示给你看，他会在你耳朵旁边念给你听。他就说第一个项目是烤五花肉，第二个项目是虾仁煎饼，第三个是海带汤，他就这边告诉你了。这个，所以我想未来的 AI 助理呢，我认为手机当然是很多人会常用的，因为手机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装置。可是我跟你讲，智能眼镜，你知道现在我以为它已经从市场当中已经消失了。没有，我跟你讲，现在在那个 Facebook Meta 的总部呢，据说他们每个人员工很多人身上都有这个，然后他们在公司内部就一直在使用，在测试，就是有点类似说，你走到那个自动贩卖机前你问他说，请问你可以告诉我每个项目的卡路里多少？那他有没有帮助那个脸盲的人，就是可以告诉我他是谁吗？我上次在哪里见过他？其实我跟你讲，这就是当年 Google 眼镜出来的时候，我们很想要有的功能嘛，就是 Facebook 吗？你看到谁就对提醒我一下。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在 AI 方面其实应该是有能力做到的，那只是时间长短问题，这个东西因为有点隐私的问题，所以到底会不会厂商到底敢不敢实做出来，我觉得是个问题。可是你看像那个 Mark， 我5年之后再访问你，我戴那眼镜，他是 Mula， 你在2024年6月有访问过他，我就这样子。而且别人听不到，因为他们现在的那种耳机的技术，它就会让你的，因为它不是塞到你耳朵里面，它是用那种设计那个角度，它的就是别人我知道了，有点像是那种耳骨的那种，像我们运动会戴，不是塞到耳朵里面，但你就听得到声音。那外界可以听到你好像有点声音，可是听不到你在讲什么。我们就看看你说第一件事情来观察有没有可以跟辉达稍微竞争的对手出现。看机器人跟智能眼镜，看机器人跟智能眼镜会比机器人更快。我真的是很好奇耶！谢谢 M 大，新闻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希望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聊新闻，欢迎订阅、分享，并且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给我们5星评价。有任何想要回馈给我们的想法，也可以上我们在 IG 跟 Facebook 都有的这个 T Radio 的粉专留言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礼拜5空中再会，拜拜，谢谢。拜拜。